大家好，上一期我们介绍了自制 ESP32 无损音乐播放器的硬件结构。这一期我们先不急着写播放器代码，而是先讲一个非常关键的基础 USB 总线。然后我们再简单介绍 TinyUSB 软件库，看看如何用 ESP32S3 做 USB host， 插入不同 USB 设备，并把它们的描述符打印出来。通过前面的示例，我们可以看到 USB 总线和我们之前讲过的串口 I2C、SPI、CAN 这些接口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以前那些接口通常是我们在连接之前就已经知道对方是什么设备，比如串口，我们提前知道对方是一个串口模块。I2C 我们提前知道设备地址和寄存器。SPI 我们提前知道片选引脚和通信协议。CAN 我们也要提前约定好节点、ID 和上层数据格式。但是 USB 不一样， USB 设备插上来以后， host 一开始并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设备接上之后， host 可以通过 USB 总线自动发现它，询问它，读取它的描述符，然后判断它是什么类型的设备。这个过程就是我们首先要讲的概念 Plug and Play 即插即用。其实在 PC 发展的早期，电脑上的很多接口和我们现在使用 MCU 连接外设很像。比如以前安装一块声卡，不是插上就能用，用户往往需要提前指定很多信息，声卡型号、I/O 地址、中断、DMA 通道，这些参数一旦设置错误，设备就可能无法工作。如果不同设备之间的 I/O 地址或者中断号发生冲突，还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所以后来 PC 行业开始推行一种新的方式，设备插上以后，不再要求用户手动设置这些硬件资源，而是由主机自动发现设备，自动分配资源，并加载对应的驱动，也就是即插即用。而把即插即用这个概念发挥的最成功、最普及的接口之一，就是 USB 总线。USB 总线的结构和我们之前讲过的总线也不太一样，它名字虽然叫 bus， 也就是总线，但是结构其实更加复杂。首先 USB 的最上面一定有一个 host， 也就是主机， host 下面通常有一个 root hub， 也就是根集线器，再往下可以直接连接 USB 设备，也可以连接外部 USB hub， hub 下面又可以继续连接更多设备，甚至再连接下一级 hub。 所以 USB 的结构更像一棵树，是通过一层一层的 hub 向下扩展出来的。还有一种情况叫做 OTG， 的全称是 On the Go， 可以简单理解成一个设备既可以当 USB device， 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切换成 USB host。 比如普通情况下，手机插到电脑上，手机通常是 USB device， 电脑是 host， 电脑负责管理 USB 总线，手机只是被电脑识别的设备。但是如果我们用 OTG 转接头把 U 盘、鼠标、键盘接到手机上，这时候手机就要反过来充当 USB host。所以 USB 里面一定要分清楚三个概念。 Host 主机负责管理总线， Device 设备等待 Host 访问， Hub 集线器负责扩展更多 USB 端口，而 OTG 则表示某些设备可以根据连接场景，在 Host 和 Device 之间切换角色。 USB 的版本其实非常复杂，尤其是后来的 USB 3、USB 4名字改来改去，很容易把人绕晕。不过对我们做 MCU 项目来说，暂时不用把所有 USB 版本都展开讲。我们现在重点关注的是 USB 1.0、USB 1.1 和 USB 2.0 里常见的几种速度。在规格书和代码里，经常会看到三个缩写 L Slow Speed、FS Full Speed、HS High Speed。从 ESP32S3 的规格可以看到，它内部带有 USB OTG 外设，支持 Full Speed USB。在我们的音乐播放器项目里 ，ESP32S3 就是工作在 USB Host 模式，外部 USB 声卡则作为 USB Device 来使用。
不过这里也有一个限制。Full Speed USB 只有12兆为每秒的速度，所以带宽限制导致只能支持到96千赫兹的无损音乐播放。好了，理论就说这么多，歇口气，让我们看下代码。这里我们使用一个非常流行的开源库 Tiny USB， 很多 MCU 平台都支持它，而且它既可以实现 USB device， 也可以实现 USB host。在初始化代码这里，通过 init USB 号来初始化 USB 硬件，然后通过 host init 把 Tiny USB 按 host 模式 full speed 速度来启动。最后在 loop 循环里通过 TOH task 来监控 USB 事件，通过回调函数来处理具体事件。而回调的具体流程是这样的：设备刚插入以后，设备进入枚举状态，触发 TH-enum descriptor device CB 函数，这里我们打印设备描述信息。USB 正常的话，进入 mount 状态，触发 TOAH mount CB 函数，这里我们继续打印设备的详细信息，而将来就在这个阶段加载声卡驱动进行音乐的播放。最后设备断开的时候会触发 THUmount CB 函数。好了，看一下运行效果。可以看到上电后首先识别出2个 USB hub， 然后连接 USB 存储，可以看到枚举和 mount 的显示正确识别了类型、厂商和序列号等信息，然后测试了鼠标、读卡器、声卡等。好了，这期就讲这么多，下期我们通过 AI 实现 USB 声卡的驱动，记得订阅哦，拜拜。